我们在车里争吵时，车祸发生了，我妻子奥利维亚当场死亡。等我在医院醒来时，她已经被火化了。愧疚啃噬着我，我觉得这全是我的错。我尽心尽力照顾她的父母，直到他们双双离世。但在他们的葬礼上，我看到了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一番追查后，我发现了真相，那场车祸是伪造的。他假死脱身，和大学时的梦中情人私奔了。得知我在调查，他把我诱到山顶观景台，趁我不备，将我推下了悬崖。我眨了眨眼，突然又回到了车里，回到了那天争吵前的时刻。这一次，既然他想装死，我就成全他，让他永远死去。亲爱的，我在想，我们明天要不要去旅行？比如露营。妻子奥利维亚突然依偎过来，挽住我的胳膊，和她平时冷冰冰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盯着她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弄得不知所措。结婚4年，奥利维亚始终对我保持着距离。我提议度假，她会说自己喜欢宅家，转头却和大学老友马克去海边度假。我想留在家里陪她，她又抱怨需要私人空间，让我别打扰她。就连亲密接触都寥寥无几，她总是表现得很抗拒，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的原因。我以前总觉得是她性格使然，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关心和爱意，总能融化她的心。所以当奥利维亚兴奋地提出这次旅行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甚至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克里斯，几乎是炫耀着说，我终于焐热了他那颗冰封的心。但看到我出神，他立刻抽回胳膊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怎么？你不想去？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厌恶像一块巨石砸在我心上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他已经彻底厌倦了我。我很想去，我小心翼翼地说，但你爸妈刚到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他父母几天前刚到，说是来看看女儿过得怎么样。哎呀，别管我们。岳母从另一个房间快步走出来，利弗想去，你们就去吧，我们等你们回来就好。他的急切显得有些可疑，好像早就知道假死计划一样。我慢慢点头，那好吧，我去趟杂货店，给你们买点东西。抱歉，要让你们自己待几天，等我们回来，请你们吃顿好的。听到我答应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。下楼后，我没有直接去杂货店，先绕到一家电子产品店，买了一个微型随身摄像头，悄悄夹在了登山背包上。然后我给克里斯打了电话，他是个知名调查记者，明天早上到鹰关山口附近等着。我告诉他，相信我，有个大新闻要报。他听着有些怀疑，但还是答应会去。下一站是药店，我买了些处方药级别的胃药，还有一些强效安眠药。从杂货店回来时，我看到他们正围坐在一起热络地聊天，可一见到我，笑容瞬间消失了。我没理会。爸妈，东西都买齐了，我现在给你们准备些饭菜，这样明天后天你们就有得吃了。岳父几年前做小生意赚了点钱，说话总是带着一股优越感。里奥啊，他开口了，记住，做饭别放味精，多放点醋，还有那些青菜，一定要煮得烂烂的。他妻子轻轻肘击了他一下。里奥，说实话，我不太爱吃你做的饭，他试图说得委婉些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不过你们走了，我们凑合吃吧。我压下心头的不快，还是动手做了饭，并且仔细地给每样菜都贴了标签。妈，我指着饭菜说，这个是明天吃的，这个是后天的，别弄混了。有些东西容易坏，我特意强调，放错日子吃了，可能会闹肚子。一听到会闹肚子，岳父又嘟囔了几句，但好在似乎记住了哪份菜对应哪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故意把早餐做得很咸。开车的奥利维亚很快就开始抱怨，里奥，你就不能做点像样的事吗？连个早餐都做不好，咸死了。难怪爸说你做饭难吃。我平静地递给他一瓶拧开的水。抱歉啊，亲爱的。来，喝点水。他灌了半瓶，又把瓶子递了回来。前面的山路不好走，我提议，
要不要我来开？他立刻绷紧了身体，突然变得戒备起来。不用，我没事。今天我想自己开。我只是点了点头，心里对我们之间最后一丝期望彻底破灭了。开到半山腰的一个休息站时，他让我去倒垃圾，自己留在车里打电话。我故意走远了些，然后打开了之前安装好的监听设备。听着，他的声音传来，尖锐又公事公办，在阴关山口准备好，多泼点假血，弄得逼真点。明白了吗？停顿了一下，把那个假石头道具放在路中间，我会直接撞上去。记得拍好照片。又停顿了一下，放心，事情成了，给你丰厚报酬。一阵沉默后，他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。马克，嘿，很快就能成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你提醒你叔叔把死亡证明准备好了吗？直接交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人，里奥就行。停顿，对，火葬场都安排好了，那边有人等着处理。再停顿，他的声音变得甜腻起来。马克宝贝，我们快自由了。天啊，要不是那个白痴拿到了赔偿金，我才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上一世，他死后不久，马克就拿着一张伪造的欠条找上门，说奥利维亚欠了他$1000万。当时我深陷愧疚，又被他父母撺掇，卖了房子，把所有钱都给了他。天啊，我当初真是个傻瓜。等他挂了电话，我才走回车上。他递过来一盒已经打开的牛奶。来，他努力装作体贴的样子，喝点牛奶。你早餐几乎没吃，路上别饿了。我接过牛奶，在他期待的注视下一饮而尽。他可不知道，车子是我收拾的。几小时前，我就把他动过手脚的牛奶换成了完全正常的一盒。3，我快速给克里斯发了条短信，阴关山口，准备好。看到有可疑人员布置现场，就悄悄拍下来，然后报警。一切就绪，我心里反而异常平静。但看着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，或者说以为爱过这么多年的女人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心里还是闪过一丝遗憾，或许是怜悯。我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他察觉到我的目光，皱起了眉。天啊，别这么看着我，他厉声说，语气里满是鄙夷，真恶心，好像从没见过女人似的。说实话，里奥，你就是太窝囊了，没一点野心。我真的受不了你。拿到赔偿金后，我只想好好放松，享受生活，多陪陪家人。可在他眼里，这就成了窝囊。我的眼神冷了下来。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，奥利维亚？如果你不爱我，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？因为你死缠烂打。他厉声反驳，像条可怜的流浪狗一样粘着我。我留下来只是可怜你，可怜我，真是可笑。没错，当初是我追的他，追得很用力，花了很多钱，昂贵的包包，名牌衣服，去那些我根本消费不起的高级餐厅吃饭。他从来没拒绝过，甚至从没暗示过他没兴趣。现在倒好，我成了窝囊废。我长长叹了口气，拿起刚才递给他的那瓶水，里面已经快空了。好了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说着把瓶子递给他，来，喝完吧，消消气。他白了我一眼，但还是接过瓶子，把剩下的水都喝了。我紧紧盯着他，他的眼皮开始发沉，像是在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。时间不多了，亲爱的，我温柔地说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。你看起来好累。阴关山口就在前面了。我们要去的营地在高山上，这里的弯道和山口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不仔细看很容易搞错。听到阴关山口，他猛地清醒了一下。我开车开得好好的。他厉声说，突然变得警觉，你为什么非要抢着开？你不信任我的驾驶技术吗？他在找茬，想重现上一世的场景，想把我赶下车，然后伪造车祸。不是的，我装作无奈的样子，我只是担心你太累了。哦，我看你就是不信任我。天啊，你怎么这么爱操心，整天唠叨。我又不是玻璃做的，里奥。还有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医院项目投资，马克的项目。
你还犹豫？真是没用。马克的医院项目，我早就知道那是不靠谱，可能还涉嫌违法，但奥利维亚一直催，我就投了100多万美元，最后血本无归。事后，奥利维亚还怪我，说我投的太少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过了中午，他父母大概已经吃过午饭了。我准备的那份午饭，你给我下车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他大喊道。我们正在蜿蜒的山路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根本打不到车。但他根本不在乎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他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，快睁不开了。好吧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，演着我的角色，那你开车小心点，好吗？鹰关山口就在前面那个弯道。车子猛地停了下来，我推开车门，走了下去。山路上空无一人，只有我、风声，还有背包肩带上那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红点在闪烁。他不知道，鹰关山口根本不是这个岔路口，而是下一个。我把他喝空的水瓶扔进路边的垃圾桶，然后迅速给克里斯打了电话。刚挂掉电话，前方就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浓密的黑烟冲向清澈的山间天空。我往前狂奔，那辆车，或者说车的残骸，已经被熊熊大火吞噬，快烧成骨架了。我跪倒在柏油路上，逼自己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很快，远处传来了警笛声，肯定是有人打了911。救护车先到了，警车紧随其后，迅速封锁了山路。他们把奥利维亚的遗体和我一起抬上了同一辆救护车。到了医院，官方结论很快就出来了，严重烧伤，抵达时已死亡，需要进行尸检。我装作泪流满面的点头同意，然后立刻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马克。马克，我哽咽着，扮演着悲痛欲绝的丈夫，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。医生说，他们要对奥利维亚进行尸检。看到我清醒着，还能走动，马克明显吃了一惊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我现在应该还在某个地方昏昏大睡。他慌忙掏出手机，拨了个号码，响了一遍又一遍，没人接。他显得有些慌乱。给他父母打电话，他生硬地吩咐我。我装作反复拨打他们的号码，但都没人接。马克越来越不安，但还是按剧本行事。他拿出一份折叠好的文件，他递给我，死亡证明已经签好字了。这意味着不用尸检了。他不敢冒险，怕他们在他体内查出安眠药的痕迹。如果真查出来，我也会被牵连。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，就是他提到的那个联系人，安排好相关事宜后，马克转过身来。好了，殡仪馆在等着呢，直接把他送过去就行。他显得有些犹豫，伸手似乎想掀开盖在奥利维亚身上的白布。我立刻上前一步拦住了他。就直接火化吗？我装作困惑又悲伤的样子，不用再检查一下遗体什么的吗？或许我应该再问问那个法医。马克的手僵住了，他显然不想让任何人仔细查看遗体。赶紧去！他不耐烦地厉声说，照我说的做。把他送到火葬场的亨德森那里，把这个给他。他把死亡证明塞进了我手里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但还是故意让手颤抖着接过证明，朝火葬场走去。按照吩咐，我找到了那个叫亨德森的人，把文件交给了他。他扫了一眼死亡证明，然后严肃地看了看轮床上的尸袋，眉头深深皱了起来，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电话。